这些年走南闯北，去过很多离奇的地方，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工程奇迹被我们亲眼所见。而这处悬崖上插满碗口处的剑矢，据说已存在了2000多年。王莽追杀刘秀的故事在此地代代相传。离地100米的桂子岩寨，会是刘秀最后的藏身之地吗？我们今天要探的洞就在那里。你正在穿越这个柏树林，桂子岩寨了。就在这个岩壁的下方，老孟已经抵达开线位置。吃陕西，窝河南，清流化作伏牛山。2000多年前，王莽追杀刘秀的故事曾在这里上演。我身后的悬崖峭壁呢，就是伏牛山脉的一角。这时候，户外孟少杰已经开线，抵达了第1层岩寨。它的核心部位呢，便是传说中刘秀的藏身之地，也就是桂子岩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采用钉攀、横切、锁降，抵达曾经刘秀的藏身之地，看看里面还有哪些历史遗迹。哇，这边好多石孔哦，有圆形的方孔，也有方形的圆孔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继续上升，看这一片生长了很多这个野葡萄，还有这边已经开花了的盐白菜，长得就像雪莲一样，特别的漂亮。然后寨子了，离我还有15米的距离。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小平台啊，里面还有用这个竹篾编织的一个，看起来又有点像箩筐，也有点像一个竹床啊。周围还做的有20公分高的这样一个栏杆。这边木板上面有很多武陵纸。王莽呢是比诸葛亮早了200-300年，应该是比他大了200-300岁啊。3弓床弩呢是诸葛亮发明的。我想能够在这个岩壁上面射下这么粗的箭，插几千年、2000多年稳稳当当，那即便是3弓床弩啊都没有这样的威力。所以我感觉这个王莽射的箭呢，这个传说有点扯，有点不切实际啊。追上了下崖，看一下他脚下，这里非常新鲜的武陵纸，你们想吃吗？这里有很多，这都是非常名贵的中草药，这里也有。好新鲜啊！看这是食欲大增，继续上升吧。我们从这里上来啊，这里就来到了第1道壁垒。这个上面有烟熏的痕迹，说明这里住过人呐。一道石墙码得非常仓促，这个石门宽度在1.3米左右，高度2米，没有封上顶，上面留的有窗户。这时候呢，咱们就随着先锋开的线呢，进入它的第1道寨子里面去看一下。看一下。老孟居然在这里发现了有一个碗，赏点呗。好，赏点。我身上有点武陵纸，你要不要？还是新鲜的，让你饱餐一顿。这里上来啊，这边是空的，有一块木板，那个木板上面有武陵纸。这边呢还有很多的夜明砂，夜明砂就是蝙蝠的粪便，蝙蝠的粪便会有很大的氨气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必须要站着，蹲下去有很大的2氧化碳的感觉。就是会头晕、缺氧。哦，这里面看一下有哪些遗迹啊？在那个角落里面发现了有网线纹、有站纹呢。这里面开凿的，这里应该是曾经的一个床榻，石室并不大，差不多只有25个平方左右。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个？青砖呢？汉代砖，这个是15×4的，这是一个这个瓷面还挺好哎。釉面民窑的一个瓷碗，这里已经坍塌了。这难道是炮轰下来的吗？这里？哦，对，这是个灶台嘛。这个下面这个砖里面是灶台，这个面积并不大哈，我们就差不多。哇塞，这个。大家看了都懂啊，知道是什么吧？大型动物的骨头。这个寨子第1个石室不是很精致啊，25个平方，里面人为遗迹已经完全风化了，就剩下这个瓷碗呢，还有陶砖这些。那边还有个凉席。对，还有凉席，竹篾的工艺可以保存几百上千年。如果干燥的情况下，它基本上都能看到一些遗迹，但是不要去碰，一碰就成了灰。看完了第1道壁垒啊，这时候随着户外向阳
拍的线继续向它的核心部位前进。这里要横切过去啊，看这些木桩，虽历经千年风雨，依然坚挺在这个石壁之上。这个木料应该挺结实的，上面插了很多木桩，据说都是王莽从那个对面山上射箭台射过来的。看这个扎到这个石壁里面的这种石孔啊，有20多公分深。据我分析，这个是战子打出来的，不像是箭一下扎在这里的。全是王莽射的箭，你还别说，他真射的挺准啊，这个箭距都差不多。横切了50米，来到了这个之字形转弯的地方。这个上面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木棒，还有那个木棒的根部有一株盐白菜开花了哈，在那个位置，紫色的花朵非常漂亮。而且我们在这个点下面还发现了有血结，那个深颜色的就是血结。这时候孟大胆老孟已经将线开到了这个刘秀当年藏身之处啊。我们从这里上来，在这个盐活活里面啊，发现了有这个蛇蜕和这个非常新鲜的五灵脂，这个看起来好有食欲啊！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好有食欲啊？这个，来直接尝一颗，味道怎么样？还可以啊，还有点粘人呢。看，这个是五灵脂，红白五属的粪便，弹不弹牙？是不是很抠弹？那边有好几个人在望我们啊。然后咱们在这里呢，又发现了方方正正的圆孔，抬头就是王莽射的箭雨。走到这里才知道啊，这个所有的木桩呢，它是伸展的非常平。咱们分析，这是以前古人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啊，上面刻的木板做的赛场，或者是这个悬空寺啊、悬空楼阁一类的建筑。每一排这个所谓的箭雨啊，它的间距差不多在2.8米，也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商品房的那个楼层的高度。走过去就可以进入这个传说中刘秀藏身之所啊。我们从这个几步就可以过去了，大家千万不要着急。又成功的进入了这个叫什么贵子岩寨。我们把身上的安全装备收一收，这时候已经非常的安全了，成功进入这个寨子当中。然后这个上面熏得太黑了哈，很黑。这里面空气很清新。把腊肉取了。嘿，这边还有一个刷锤哦，想想啊，这边有一个刷锤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人类生活过的痕迹啊，这野人是绝对干不出来的。哇，青花碗底，青花碗底，兄弟们看到了吗？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这个上面居然有鹅卵石，太奇怪了。那这个才是很像，这上面应该肯定是被大海淹没了。真的呀？是吧？不对。如果这个真是王莽、刘秀时期的这个建造的话，那么说明在2000多年前，这里就是被淹起来的。外面柱子上还有辣皮，辣条啊，辣条的皮哦。那条皮，你看到没有？蛇蜕，一个葫芦一样。是不是很像？又像是一个兔子，这2只耳朵，这样一个兔头。这边它还假巴一丝的搞得有一个大门，但是这里如果你一不小心走出去，那下面就是100米深的山谷。然后在这边呢，它这个大门的两边有非常多的五灵脂啊，而且还挺干的哈。五灵脂这边做的有一个1米厚的城墙。嘿，这个城墙上面很多沉积岩，看到没？就像那个河里面那个混凝土的那种石头一样。然后在这边呢，一个双灶，还有我们刚刚发现的这个杂瓯坛子，杂瓯坛子旁边是一个刷子，刷子这边是一个连锅灶，连锅灶的里面发现了很多青花碗，很多。难道我们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瓷器了吗？显然没有啊，就说明这个寨子肯定不是王莽追刘秀时候建造的，因为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还没有如此成熟的那个瓷器工艺，只有陶。对呀，你说那个坛子式的话，我都还觉得无可厚非。这里面空间不是特别大，这边有几个大坛子。这个坛子的胚
厚度不足1公分，就说明它这个制陶工艺已经很成熟了，而且做的这个器具造型也是比较的精致，可惜碎了。这个里面呢是人为封堵的，有一扇石门，然后在右边出现了一个豁口，地上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包谷亭亭，这包谷亭亭在里面最起码是几百年的历史了。你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吗？啥？这一看就是老种。你看现在的包谷签儿比这对，小紫黄。对呀、是不是小紫黄？对，它不是我们现在那个什么长风几号那种哈，它没有那么大，都非常的小啊，不像现在的转基因。这也是个啥？箱子，哦，鞋翻过来。哇，牛皮的鞋帮，看到了吗？这也是近代的东西。对，你看这几个有人进来过，看到没？这一个化石，一个贝类的化石，这么大一个，贝壳化石就拿来砌灶。他们也不懂噻。是。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锅盖的碎片，这个里面这个锅盖呢，感觉是上面已经破损了。哇，兄弟，什么东西？快来！我的个天，这是啥？我没发现它，它熏黑了。熏黑了，这跟那个石墙完全已经融为一体了。是噻。这上面还有一个龙头，你看，真的是龙头，看到了吗？哦，这里面不知道有啥，你们看一下。我怕有一碗毒虫。我也是。这个不要碰它，在里面发现了这种东西，我们千万不要动哈。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小夹层，我把镜头怼上去，你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看到了吗？然后在那个后面呢，我们刚刚发现好像是一个铜门的那样一个建筑，它阻碍了这个洞道继续往里面延伸。也许是里面封堵的有一座古墓，也许有更深的洞道藏着无数的宝物，这个都是未知的哈，我们也不去翻动它。这时候呢，咱们就准备撤出这个寨子，原路返回。这个被传说了2000年的刘秀的长生寨，我们在进来这个寨子之后啊，发现它的深度只有10米左右，而且里面呢是出现了有人为的封堵，那个后面具体有没有动到我们不得而知。那么从这个岩壁上打的这些木桩来看呢，应该是人为的将这个上面铺的有木板，当时做的一些建筑，所以说这也就是子虚乌有的一个传说罢了。破解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实地探索。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历经270米垂直升降，庞大洞厅穿行5公里，我们抵达了南流洞弟弟阴河的发源地。雷鸣般的地下河没有任何生物的存在，仿佛生命禁地的回水湾，1丈有余的巨型石床突现眼前。难道小龙女的寒冰床并非传言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南流洞的探秘全程。看一下前面那个断崖有多高。下面好深的水啊！好深的水啊，一个大深潭。这千年一吻这样过来哈，过来之后呢，然后再看这里，幸好现在是枯水期，不然的话这里就是汹涌的河水。很遥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大沙滩，我们在这里继续开线不成，往洞道的深处探索。左降了4、5段，这时候呢，在这里发现了有玉石，看这个大环境，这就是一个水坑，水坑里面，咱们继续下降。上到这个保护站，我们看一下后面。哇，这一段有点高哈，可能有40、50米吧。点点星光就是袍哥。再看一眼洞口。这时候看洞口是个椭圆形，继续下降，都在安全绳上面啊，很安全。曹哥在下面打灯，就是这样一个状况。咱们继续下降，看一下下面空间究竟有多大。
现在我们连续下降了270多米，终于是来到了这个南流洞下面的沙滩，也就是它的消水洞。我们看一下上面，非常的高啊！这个穹顶离我们差不多也是接近300米高。可能在夏季的时候，这里面是一片汪洋大海。继续前进吧。哦，好震撼啊！真的是如此洞穴奇景，当然也只能在我们的视频里面看到了。太震撼了，这边超级大洞哇，好大好大，遍地都是奇石。大家看这个石头，有点奇怪哈，是不是像个人像？咱们看这个裂缝，特别高大，高度差不多是80来米，左右的宽度呢是5、6米。积雪石吗？这是红色的，非常漂亮啊！这个洞里面奇石真是非常多，它究竟通向何方呢？我们继续深入。好大的洞腔，有很多这种奇石，这个很漂亮哦，对不对？粉泉，粉色泉眼。哇，这个好看。滴落下来就在这里，形成了粉色的综合石。哇，沙滩，流沙河。这个下面有个大轮胎，上面有一只蝙蝠，里面还有一个篮球。这个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奇的发现，下面还有金属物。这里面捡柴不得了啊，好多这个因为山洪冲进来的柴火。所以这个山洪猛于虎啊！有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，人面对这个大自然是多么渺小。好像能听到水流声了，看一下前面，这是一个回水湾，沉积了有很多泥沙。这边有很大的水流声。看那个洞顶，还没有看到暗河，但是水流声特别大。前方一定有汹涌澎湃的地下暗河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石头上面被溶蚀出来了一个小坛子，里面呢是放满了各种各样漂亮的石头，然后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，有很大的水流，一路都是从这个乱石中间的裂缝穿行的。这个上面还有一根大木头，从这个小孔不知道能不能钻出去。咱们脚下踩的这个石壁啊，有很多水中草籽，前面的洞腔依然很大，依然有很大的流水声。这里面没有鱼哦。雨季的时候，这个下面就是一满河水，因为整个龙潭坪这边的水呢，全都是汇集到了此地。好大的洞腔啊！有很大的水流。看这个人的比例，哇，这好平啊！连续走了接近5公里，这时候能够看到前面洞道变矮，那个巨大的轰鸣声就是从那里产生的。现在我们看一下从哪里下去，能够抵达那个暗河发出巨响的那里。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下暗河的这里，现在是枯水期啊！我们看一下它有多大的水量。天哪！哦，你能想象吗？好大的水量啊！哇！这就是地下暗河的出水孔，它是从那个里面那个裂缝下面流出来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产生声音的瀑布在哪里。这是它
了瀑布，快点！这水有点大哦，这可能每秒可能就有10个立方的这样的水量，水非常的清澈，然后这样往下去了。我们接下来呢，从这里继续往下探索，看一下这个地下暗河究竟通向何方。走。太累了，今天这个洞探的太累了，因为空间太大。汹涌澎湃的地下暗河，到这里就成了伏流啊！南流洞成了伏流，探明喽！10流洞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没有动了，没有动到喽，全部结束。这个你们敢下去一探究竟吗？这是南流洞的最深处啊！这个巨大的水流到了这里就成了伏流。我面前这个水下面是有漩涡往下去了。这个会不会是小龙女睡过的寒冰床呢？方方正正，呈水平的，非常的水平。这里就是南流洞的最深处，水在这里变成了伏流，这里是一个深潭。全部太震撼了，太壮观了！咱们就准备原路返回了。回去还有200多米的绳子要爬，还有5公里的路要走啊！豪哥在前面等我们。从我这里到他那里有100-200米的距离，但是我们要走过去的话，要翻山越岭了。可以看到我们面前都是非常大的石头，这随便一个石头上下的落差都是10几米，所以望山跑死马就是这么来的。我们原路返回吧。这时候我们回到神降点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经历了10个小时的探索，那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。我们这时候准备爬升200多米，重返人间。拜拜啦，各位！别忘了点点关注哦。